蓝忘机，你欺人太甚，把东西还给我！江澄像是突然被激怒了，也不管对面站着的是谁，是否打得过，只挥出紫电向蓝忘机飞身打去。蓝忘机看着眼前的紫电，也使出闲杀术迎了上去。两人都下了死手，仿佛有着深仇大恨。蓝忘机，还给我！江澄见紫电被蓝忘机挡了回来，又拔出三毒迎了上去，是要将陈情抢回来。江婉银，人已经死了，你又何必惺惺作态？蓝忘机第一次说出这般话语，一张清冷的脸憋得通红，也闪身拔出碧尘回击过去。许是两人都带着怒气，心神不宁，竟都被对方呲了个不轻不重的伤。蓝忘机不愿与他多缠，一击重击冲着江澄的面门打去。江澄慌忙避闪，却还是被闲杀术掀在了地上。说过了，你不配，人都死了，留着东西做什么？蓝忘机见江澄一时半会爬不起来，便收起陈情，御剑离开了莲花坞。江澄伏在地上半晌未能爬起来，许是蓝忘机的闲杀术后劲过大，又或者是他看着陈情被拿走，受到的打击过狠，竟伏在地上缓缓地哭了出来。是啊，他不配，他现在连魏无羡的东西都不配拥有了。为什么？为什么呀？明明我们才是云梦双劫呀！为什么你要为了一个蓝忘机，让莲花坞变成这样啊？为什么？这一夜，谁也不知道，云梦江氏的小江宗主伏在自己曾经的大师兄魏无羡的房前哭了好久好久。大家只知道，第二天，江宗主又带着江氏的弟子出门夜猎了。也不知道，这次还会不会抓到些修炼鬼道术法的散修，若是抓到了，莲花坞怕是又要惊起一片哭嚎了。蓝忘机赶回云深不知处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他披着浓浓的晨露回到净室，望着魏无羡，痴痴地发了一会儿呆，却不敢上前，怕自己身上清早的寒气进了魏无羡的身。如今魏无羡还没能醒过来，他却愈发爱这般痴痴地盯着他了。若是魏婴醒来，也许便不再有这般机会可以看着他了。望了好一会儿，他感觉到自己身上没有那么重的寒气了，才放下心来。拿出忘机琴，开始弹奏寻魂。这些日子一遍又一遍地弹着，他是越发熟悉这曲子了。一曲完，他又例行坐在床沿上，望着魏无羡看了好久，准备等等看这次他能不能醒来。似乎有些疼，等他感受到疼痛的时候，他才发现和江澄打架的时候被刺的伤。想着自己还没沐浴梳洗，而魏婴每次魂魄归位都得等上几个时辰，于是便自行去了后山冷泉，准备疗伤。离开的时候还不忘看看魏无羡，像是生怕他丢了似的。将身体浸泡在冷泉之中，他才真正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对，活着，他活着，魏婴也还活着。魏婴如今已经有3缕魂魄归位了，快了，再撑一撑，他就快醒了。冷泉有治愈疗伤之效，最能休养生息。他当年被罚33道界边，领完罚便会来冷泉疗伤。一边疗伤，一边想着他的魏婴，凄凄惨惨地熬着，倒也撑过了那3年。本以为解了禁闭，他便可去找他，同他一起面对了。没想到他还没能出去，魏婴就已经永远离开他了。魏婴，你怎么舍得？这一次我不会放手了。他在冷泉整整泡了2个时辰，泡到太阳都升了起来，洋洋洒洒的将阳光照向了后山的竹林。蓝忘机才惊醒似的离开冷泉，整好衣物走了出去。他要去看看这次找到的是哪一魄。他一定要尽快找到第6魄，不然魏婴永远醒不过来。他犹自想着，步子不停，向着净室走去。刚刚进到净室，脑子里就轰然炸开，整个人失控似的冲向外边。魏婴呢？魏婴去哪了？为什么他不见了？蓝忘机看到空空的床榻，第一反应便是被人发现了魏婴还活着，将他掳走了。谁会潜进云深不知处带走了他？忘机，怎么这么匆忙？蓝忘机冲出净室的时候，在路上跟蓝曦臣撞了个满怀。蓝曦臣身边还站着一脸严肃的蓝启仁。蓝启仁看着眼前一点都不雅正的褶儿，皱了皱眉头，别又是跟那个魏无羡有关系。
叔父、兄长、魏婴，魏婴被带走了，果然还是跟那只拱白菜的猪有关系。蓝忘机看着眼前的叔父和兄长，他仿佛找到了依靠，整个人都颤抖着，眼神里满满的无助，声音也抖得不行。忘机莫急，魏公子还没醒，也没有谁能潜入云深不知处将他带走，还不被禁止发现。这样，我同你再去查找一番，定还在云深不知处。蓝曦臣果断做出判断，也尽量的去稳住蓝忘机的心神。对，没错，魏婴一定还在云深不知处，一定还在。我马上去找。蓝忘机又转身想去继续寻找，一时间没了方向，倒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蓝启仁看着这样的蓝忘机，想了想，还是生生的把云深不知处禁止疾行憋了回去。他从未曾见过这样的蓝忘机，在他记忆中，就连受罚，蓝忘机也是雅正端方的。什么时候，他竟变得如此失控了？蓝忘机和蓝曦臣绕着整个云深不知处寻了一大圈，就连蓝启仁都绕到自己的寝房和蓝氏去看了看，想着看能不能找到魏无羡的一点影子。最终，三人身旁空空的在后山碰了头，蓝忘机还没开口，蓝曦臣便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绝望的味道。若是找不到魏公子，忘机怕是，嘻嘻嘻，兔子，可爱，羡，喜欢。蓝曦臣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安慰蓝忘机，便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还没反应过来，便看见身旁的蓝忘机冲了出去。忘机，雅正，他瞥了瞥一脸黑线的叔父，没敢出声。魏婴，蓝忘机听到那一声软软的笑声，身体比脑子先做出了反应。当他跑到后山自己放养兔子的地方，果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唤了一声那个他唤了千百遍的名字，看着那个少年缓缓回过头来，看着那一张他朝思暮想的笑脸，他再也无法劝自己冷静，冲上前去紧紧地抱住了那个少年。魏婴，我的魏婴，你终于醒了。蓝曦臣和蓝启仁随后赶到的时候，正看见蓝忘机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身着蓝氏家服，脑门上还系着一条墨额的少年。一看脸，夷陵老祖魏无羡，蓝启仁觉得自己脑中有一股火气冲了上来，喉咙间也有一丝腥甜。魏无羡愣愣地被抱着，心中想着，这个哥哥好奇怪啊，为什么要抱着羡啊？羡想和兔子玩，可是这个哥哥好像很难过的样子，都哭了。魏无羡内心挣扎了许久，想了想，还是乖乖的人蓝忘机抱着了。这个哥哥都哭得这么惨了，羡还是不要挣脱，让他伤心了吧。于是他甚至还学着脑海中自己母亲安慰父亲的样子，轻轻地拍了拍蓝忘机的后背。蓝忘机感觉到怀里的人似乎动了动，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背后还站着叔父和兄长。他放开魏无羡，抬头冲着蓝启仁和蓝曦臣行了一礼。劳烦叔父兄长担心了，我找到魏婴了。蓝启仁看看他，眼泪还没有来得及擦，挂在腮上，清清冷冷，一双眼睛也因为熬夜和哭泣而变得通红。想要开口斥责，却又放弃了，实在还是不忍心看着他如此难过。